好學貓。Hello， 大家好，我是在練習生秉欣欣。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下我們年輕人可能特別在乎、特別渴望的兩個東西：被愛和金錢。就大家有沒有聽到一些敘事，就是如果說你現在沒有對象的話，你跟對方說啊，你去找一個帥哥呀，啊，你出去 dating 啊，對方他会天然去感受到一些抗拒，覺得說啊，我做不到的，現在沒有什麼真心的人的。而且我們也可能會困在說，在原生家庭裡面沒有被好好愛着的感覺。那同樣說，在我們剛剛步入職場，或者是你剛剛進入大學，你的人生發生了一些改變，因為以前是學習嘛，現在你的人生被打開之後，你會發現金錢變得越來越重要。但是在我們20幾歲的時候，天然的你就知道那個时間我們很窮，賺錢好難。如果說你想要錢的話，你很有可能受制於給你錢的那一個人。怎麼樣子可以讓自己多賺一些錢呢？這些問題都會很困擾我，我很渴望得到，但是我又做不到。所以今天跟大家來聊的一個話題就是說，無論是被愛還是金錢，都要允許它等等再來。這個點其實也是源自於我最近看的書以及最近看的展給到我的一種感悟。我最近一直在看一些金融類的書籍，然後其中有一個觀點，他就講的是人類很有可能他會去高估自己短期的目標。就像是我的自媒體，我短期之內我一定想要去得到100個讚，穩定到100個讚這樣的視頻的水準，我覺得我才是 OK 的。如果說一個視頻它沒有達到的話，我就會去懷疑我自己。並且第二個點就是你很有可能去低估你長期的一個目標。當你覺得這一個點、這一個視頻、這一份工作、這一個任務沒有做好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我未來也是這麼差勁的，我未來不會做好的，我未來不會有什麼成果成就的。於是我最近一直在學習的點就是怎麼樣子讓自己去接受等待，接受我想要的東西，等一等它才會到來，無論是愛也好還是金錢也好。那首先跟大家來聊的就是有關於被愛的渴望。就聽我播客比較久的聽友可能會知道哈，我自己其實是一個離婚家庭出身的小孩，我的爸媽是在我小學4、5年級的時候離婚的，然後離婚之後他們各自也組建了家庭。以前我是众星捧月，所有人的眼光都在我一個人身上，然後之後就會變成他們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我之前看一個博主，他聊的一個點就是我們曾以為說父母在我們的形象，在我們面前的形象，它是厚重的，是偉岸的，是不能被褻瀆的啊。這個褻瀆这個詞他可能沒用，但是我很清楚的記得有厚重這一個詞。但是離婚家庭的小孩，他看到的父母，他們可能會去展現自己的情慾，展現自己的情感，而且還不是對着你的生你養你的父母他展現出那一面，他可能是對着他新的對象、新的伴侶展現出這一種愛情的感覺。那這種其實對於小孩他是會覺得非常割裂的，就像是你覺得一個你非常尊敬的一個人突然子出現了一些人類的情感，就沒有那麼的讓你覺得他是你的一個長輩，而是落入俗套人間這種很割裂的感覺。那我也是接觸到這一點之後呢，我時常就會覺得我爸媽他們沒有像以前那樣子罩着我了。我時常也會去懷疑，就是我爸媽可能沒有那麼的愛我，他們可能也會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然後我天然的也會覺得說我值得他們的愛，或者是像得到以前他們對我的關注，對我的100%的投入是一種奢望，甚至說我現在能得到多少，我都會感覺到一些懷疑。就以前可能會覺得他們再怎麼着也是會對我好的，但現在我會產生一種懷疑，就是他們會不會不這樣對我好了。那最近發生的一個事情就是我手機用了很久，我之前的一個手機呢是蘋果11，那個11呢是我在高3畢業的時候擁有的一個新手機，但現在過去已經有6年了，就再怎麼着確實得換手機了。
然後我就跟我爸媽去提了這件事情，我說我要換手機。之後呢，我爸就說啊，那可以啊，我給你買一个。其實之前的手機啊之類的電子產品都是我媽媽給我買的，然後這次我爸說要給我換手機，我還挺開心的。本來呢跟他說我要買一個17的標準版，然後那個標準版呢就是鏡頭是2個的，同時它沒有那麼貴，可能就5-6千塊錢吧。當時也會去琢磨說，哎呀，我又不要用這個手機去拍視頻之類的，我有平常別的一些工具，那這個拍攝就遠焦、長焦這個功能可能我不太用得到，那我覺得買一個標準版也 OK 吧。但是我身邊很多人他就說啊，你這個手機如果要用得久的話，還是得有更好的、更強的芯片才比較好。後面呢就開始做橫屏的一些視頻之後，我覺得如果說平常有一個手機，然後可以拍到一些更多的畫面的話，還是不錯的一個選擇。於是我就在我當下想要買的那一天的時候，我跟我爸說，我說我想把標準版換成 Pro 17 Pro， 然後這個價格就往上漲了3000塊嘛。但我爸平時他真的不是一個缺錢的人，我非常深知且理解這一點。但那時候我給他發了這一段話之後呢，他就微信回我說有點貴哦。當時這4個字發出來，我就知道他沒有那麼樂意。我第一反應是，你不想給我買嗎？你是不是覺得太貴了？然後我就大腦飛速運轉，我就想說，哎，要不要去求我媽呢？或者是，哎，煩死了，你們不想給我買的話，我就自己買嘛，我自己也是有錢的。但是那時候透露的是一種被愛的不安全感，就我不知道我是否能配得這個。就有一些可能爸媽沒有離婚，然後比較健康的幸福的家庭的小孩，他們可能會覺得，哎呀，那可能是爸爸覺得這有點太貴啦，他不是說對我不好，只是說這東西有問題。但我時常會把它上升為說，是不是我人有問題？這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習慣，就是你把一件很小的事情直接上升到他愛不愛我，這種不安全感，無論是在原生家庭的愛中也好，還是在戀愛當中也好，我覺得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險的信號。然後後面我自己其實現在也會長大之後有一些條理嘛，所以我就知道說我該怎麼樣子去應對這些事情。比如說我當下的反應就是賣慘，我覺得賣慘是一個非常有用的一個途徑，它是有用，就我不會去輸出這些負面的情緒給我的家人，例如說跟他們講，哎呀，你們是不是不愛我呀？所以你才不給我買這個手機，這手機憑什麼你要這樣子說呀？你是不想買了嗎？你是不是不愛我？我不會說這些話，而是我會跟他說，我的手機從我高3畢業到現在已經用了快6年了，我覺得真的該換了，而且我希望說這個手機可以用得更加久一點，發一些無辜的表情過去。但後面呢，我會一直彌漫着一股不安全的感覺，就哪怕是就只有到他最後把那個錢打在了我的銀行卡上面，我才會覺得是安全的，我爸是愛我的，我爸是願意為我投入的。就這種時候，我會甚至是去惡意或者是曲解對方的意思，就對方他平常就不太會給我發很多的字，我爸就是一個惜字如金的人，他不是說對我不在乎，他只是在微信上面不太喜歡說很多的話，或者是我倆的交流的模式不是這樣的。但是自從他跟我說有點貴哦之後呢，他跟我說的話變少了，或者是他回復我慢了，我都會覺得心裡有一些害怕。也只有到他真的付了錢給我，然後第二次咱倆見面他沒有對我表現出什麼批評的時候，我才會放下心來，才會去驗證說我爸是愛我的，我是被愛的。其實那時候買下之後嘛，然後去奶奶家吃飯，碰到我爸之後，他在私底下跟我討論這件事情，他就說啊，之前你買的那個手機一下子提高了一個檔位，多花3000塊錢呢。就我當時已經聽出了他對於我多花了3000塊錢的這種驚訝的語氣，但是我還要在表面上面看起來很雲淡風輕，很無所謂的樣子，其實我是裝出來的。我心裡面特別害怕，就是說我爸他很埋怨我說你怎麼花了那麼多錢之類的。我尤其記得我們家這裡的我爸媽的關係其實一直都是比較僵持的，而且我對金錢的
事情還挺敏感的，因為他們時常會把我推出去解決，或者是作為中間的一個傳話筒。例如高3的時候，我是在學校附近租房的，然後我媽呢是陪我一塊兒住的。當時我媽就跟我說啊，這個房租我跟你爸一人一半，你去找你爸要。因為他們兩個是互相不聯繫的，甚至我爸是把我媽拉黑的一個程度，所以我媽她就順理成章的認為說這件事情應該推給我去解決。於是呢，我就只能去找我爸去溝通。就我特別特別害怕我爸在听到這一些事情之後，他展現出來那一種嚴肅，那一種不耐煩，那一種負面的情感，哪怕是一點一點語氣上面的不好，我都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導致說我長大之後，我對自身的一種保護的機制就是疏離，尤其是對我媽媽。因為我雖然是跟我媽一起生活的，但是後面也會出現說啊，因為我媽有新的家庭，所以說她在我初中那會兒的時候，每周就會不定期的回來幾天。而且我會感覺到身邊人沒有什麼人是完完全全向着我的，要麼就是去處理自己的事情了，要麼就是向着自己女兒。沒有什麼人可以像媽媽分開之前那樣去在乎我，去照顧我。所以那個時候，如果說還有人可以這樣無條件的如以前那樣子的愛我的話，我會非常非常非常感激。所以說我跟我的爺爺奶奶關係是非常好的，因為他們就是在爸媽離婚前離婚後，他們對我的照顧對我的愛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會天生的跟他們關係很好。就說我現在已經是獨居的狀態了，但是我每周還會去我爺爺奶奶家去看他們一下。然後我對我媽其實就不太常去聯繫，我覺得很有可能是在我很需要她的時候，在我初中高中初中那會兒吧，很需要她的時候，她沒有給到我全的一些陪伴和支持，时常會感覺到失望，於是對自己的一種保護機制就是那就不要那麼在乎了。於是說現在可能就微信聊的也比較少，平常也不會想起媽媽，但也不是說關係就不好了，平常有啥事兒的話，或者想出去玩還是會找媽媽，但肯定不會像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小孩那樣子這麼的覺得說很親密。所以總結上面的一些經歷來看，我其實是對於在原生家庭裡面被愛是一個非常悲觀的小孩。以前我可能是在戀愛關係裡面也會覺得，哪怕對方他沒有為我做那麼一點事情，就是我期待着他會為我做，但是如果他沒做的話，我也會去懷疑自己，懷疑這段感情，懷疑對方對我的愛是否是真的，是否這個就說明說他不愛我，然後我就會感覺到很抽離，或者是感覺到很痛苦，特別害怕被拋棄的感覺。但我覺得現在以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呢，其實可以做一些人為的干預。例如說我知道我在那個當下我很害怕說我爸不願意為我付出，我其實就可以嘗試停在那個當下，就當自己是一個旁觀者，不去上升很多的價值，不立刻的感覺到絕望，感覺到崩潰，感覺到對方不愛我，而是旁觀的去看結果。有时候我會覺得去看結果反而會讓我覺得很輕鬆。例如比如說我媽她跟我說啊，我很愛你啊，我對你的陪伴是100%的200%的，但是你看結果就是她不像以前那樣子每天來陪你，而是說陪你個2-3天，那這算什麼呢？就像是我爸，他雖然說會抱怨我買了一個比較貴的手機，但是他最後還是給我買了。就現在我學乖了，我真的是會去看結果，哪怕這個結果它可能是需要花一點時間去驗證的，但是就不着急啊，就當下不去做評判啊，我們就看一看對方他會怎麼樣子去做。它確實是一個測試對方真實面目，並且你能看到對方真實面目的一個比較殘酷的事情，但是最後的那個結果你反而可以坦然的去接受，或者說當這個結果是符合你覺得啊他愛我的這个邏輯的話，其實你會覺得非常開心的。就比如說我剛跟我男朋友剛開始戀愛的時候，我其實對他不算是特別的100%的是信任的，我不知道這個人怎麼樣，人品怎麼樣，能力怎麼樣，談的會不會很開心，他是不是真心對我好，於是我也會帶着這一些
所以我也會去帶着這一些有顏值性的評判去看我倆的關係。那有一次我們就是一起出去玩，然後他開車他停車就不是很熟練，因為他很久沒有開了嘛，然後停車的時候呢就可能稍微碰到了後面的那輛车，然後后面那辆车的車主呢正好是在車裡面的，所以他就知道这件事情發生了，然後就跟我們有一些然後就跟我們去協商去解決這件事情。那其實大家知道，就是說如果你要去報保險吶，然後去走這個車子的一些理賠問題，還是非常費精力的一件事兒。那以前我的那些男朋友，或者是我覺得如果他不是一個有擔當的人的話，他可能就会把這件事情推給我了。而且當時我也做好了我要接下這一個事件自己獨自去處理的這個預期了，因為畢竟這是我的車，而且我肯定也有責任的嘛，我跟他一起出去玩的。但是我男朋友的表現就是他包揽了所有的一切，包括說他幫我去了解各個渠道對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朋友也好，車行也好，保險也好，他的家裡人对于車子有經驗的人也好，他都去問了一遍，然後最終只跟我去說了一個處理之後的結果，然後跟我說你什麼也不用管。所以我全程是真的沒有任何的參與，我只是看他去怎麼樣應對這件事兒。這件事情完全可以推給我，但是他沒有那麼做，而是選擇去承擔下這一些，不在當下去做出評判，而是以旁觀者的視角去觀察對方該怎麼做，他到底是走向了好的那一邊，還是你記憶當中可能覺得很負面的那一邊。它是需要時間的，但是時間推移之後你就會得到結果。那第二個點就是說，無論他在過程當中表現出來什麼樣子的一些細節一些語氣，不需要太在意，你只需要看最後的結果怎麼樣，他是否有妥善的幫助你去處理好你車子這個事情，沒有推給你，他是否有為你買手機，他是否像他所說的那種每天回來陪你，像以前他去付出時間對待你那樣，這些你都是可以去驗證的，用這些事實去驗證，我覺得是更加安心的一些存在。那雖然說這邊感覺好像又吐槽了一遍我媽，但是其實有時候當我覺得很悲觀的時候，當我覺得曾經的一些不好的記憶它又反芻上來的時候，我就會去想我媽對我好的那些部分。當我在家裡面發燒了，然後比如說外面切的一些什麼菜呀草莓呀放在外面，然後自己實在沒有力氣收拾的時候，一個電話打給我媽，她會立刻回來救我，她會給我做飯，然後陪我去醫院。我媽至今還是一個如果說我出了哪些意外，我會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她的人。那第二個點來聊一下，如果我們很渴望金錢應該怎麼辦？真的，這個世界實在太殘忍了。當我們20幾歲的時候，你發現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我曾經都沒有那種對於金錢的渴望，但是當我上班1-2年之後，發現自己錢特別少，賺錢特別不容易的時候，我的對於金錢的渴望噌的一下上去。有時候我真的很恨自己，就是說為什麼自己的錢那麼少，想買房子，想沒有什麼顧慮的去買房子，但是房子那麼貴，我每個月就這麼點窩囊費，我該怎麼辦？就甚至感覺我的身邊的一些比較年輕的同事，他們也會展現出這樣的一些焦慮，就是我想要去提升我自己的一個生活質量，想要買房子，但是它太貴了，而且在上海生活的成本還是很高的。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年輕人他們願意去那些大廠去捲，去讓自己擁有更高的工資，哪怕說會犧牲一些自己的自由的時間，甚至是身體健康。這真的是因為說大家对于金錢的渴望真的很強，大家知道好像也是頭一次知道吧，就是你要在這個大城市生活其實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所以我需要去更加的努力。但有時候你並不是說我知道我要努力我就立刻會有行動的，就像我這個人，我其實是會把規律生活上下班正常看得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我不太願意用工作去侵占我生活的全部，哪怕是說我會拿更多的錢，於是我就跳不出去啊。我在我目前的環境就是
已經完美達到了一種平衡。雖然說他比較窮，但是我真的跳不出去。那我們對於這種金錢的渴望到底應該怎麼辦呢？我覺得首先一個點就是你可以去了解金錢，了解你的目標心願。比方说我的目標其實是說我可以在上海買一套90到1442室一廳或者是3室以上房子，2室一廳或者是3室以上的房子，這個是我的一個心願。我曾幾何時的以為說它是非常非常難達到的，畢竟要幾百萬呢。但是我就這麼點錢，我一個月哪怕不吃不喝，我也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存得到。這就會給我天然帶來一種恐懼，以及我覺得自己完全不行的這種預設。但是我最近開始去了解，真實的去了解買房的一些政策，我發現有些事情它並沒有你想象中那麼難。你覺得難是因為說你根本沒有去實際的去理解它，去鑽研它。我覺得現在的鑽研的成本是比以前要低的，因為你有 AI 嘛，你不需要自己去解讀那一些你看不懂的字兒，然後去搜，而是你直接用大白話去詢問 AI， 它會直接給你去做解讀。那我去做功課下來的一個結果就是，現在的公積金貸款其實是非常優惠的，可能利率就是2或者是 2.6 就可以去貸個100萬了。相當於說你貸款100萬，然後還30年的話呢，你一個月就支出4000塊錢。那這個4000塊錢裡面可能還包含你每個月的公積金。如果你公積金高的話呢，就可以把這一筆錢給覆蓋掉，然後即使每個月的還款的壓力沒有那麼的大，就沒有我以前覺得想象中那麼的大，就沒有以前覺得我才這麼點錢，我要去買一個大房子的這種遙不可及的感覺。現在覺得它還是一個可以去觸碰得到的一個目標，它並沒有我想象中那麼的難。所以這個等一等慢一慢的一個過程，就是你要讓自己親身的去邁入这個領域，去思考它，去研究它，而不是說很模糊的覺得我就是達不到。那最近我還去了解了一個新的 APP 叫趨勢動物。我真覺得如果說你平常有時間，你可以去拓寬你自己的舒適圈，去看一些別的領域，你曾經以為說你堅決不能踏入的一些領域，它的一些故事。以前我就是那種學政治嘛，政治裡面會有金融的章節，然後考試的時候會有一些關於去算利率的一些題目，然後我永遠算不清楚。我選的題裡面可能就會錯這類的題目，哪怕是說我其實數學還可以，但是選的題裡真的這些題目都可能會錯，我就會天然的對金融感受到一些恐懼。而且我的家人他也會給我灌輸說，哎呀，誰去炒股搞基金都是會虧的，而且會虧得傾家蕩產。普通人最保險的方式就是把你的錢去存一些定期、定額、大額的那一種。但是試想說，誰不希望靠炒股、靠這些東西然後實現財富的一個自由呢？那最近也是機緣巧合，就是我聽了竹子他在嗨修裡面的和趨勢動物的一期節目，然後他裡面就講到了他對於金融，甚至是他對於房價趨勢的一個理解。然後了解下來之後，我發現我真的還挺適合趨勢交易這一個理念和概念的。因為我覺得人無論做什麼事情，無論是交朋友也好，談戀愛也好，找工作也好，你在任何一個環境，任何一段關係裡面，你都必須要去找到那一個你比較認可的一個信仰，你才可以把这件事情長期的去做，然後你做的還覺得很舒服，並沒有去違背你自己的一個心智。那我覺得趨勢交易它就是非常符合我本人的一個風格吧，就我人生的風格就是我特別的討厭風險，我很討厭那一種我需要去看它大升又大落的那一種很激烈的感覺。當我發現說這件事情有風險的時候，我會立刻的跑掉。就現在也會影響到我日常生活裡面，比如說我最近買了一些什麼洗碗機啊、掃地機器人啊，我會立刻去買一個那個售後，就可能2年期之內的話，你可以以舊換新
或者是你根本不需要花任何錢，它就可以保修。有些人他會覺得，哎，我不需要買這個呀，我用的挺好的，不需要去考慮未来風險。但是我自己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討厭風險的人，而趨勢交易它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當這一個基金這一個股票，它如果說落得非常多，比如說它是其中有一個概念，就是說每一只股票每一只基金它都会有它自己的一個溫度，它可能是從寒就比較寒冷的那個寒到涼，再到平，再到溫，然後再到熱，再到沸。如果說一個基金它從溫轉到平了，那它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一件事情它如果說開始下跌，並且跌到了一個平的情況的話，極大的概率它會繼續的下跌。所以這個時候你其實就該跑了，而不是像大部分人他會去認為的就是這個東西它未來還是会可能翻身的，那我再放一放。就這些不是趨勢交易的它的一個邏輯。它的邏輯就是一漲就買，它開始有那個上漲的趨勢之後，我就把它給買進來。但它的勝率其實很低，就例如你買了10個，可能有7個都是輸掉的。但是這個博主他也說，哪怕是10個有7個輸，但是最後剩下來那2個或者是那3個，其實是可以幫你賺到80%的一個錢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新穎的一個知識對於我來說，所以我最近就是很喜歡去研究這個，然後呢開始去閱讀一些這位博主他推薦的一些書籍，我這邊也分享給大家。最近我在看《股票魔法師》，還有《反脆弱》，以及《股票大作手回憶錄》，這個好像聽說非常非常的經典。就這些書它其實就講的是關於一些對於股市的可能成長類方面的心智方面的一些內容，或者是对于它操作上面的一些守则。但是当我去踏入这個領域，我說我想先從比較低成本的方式開始嘛，然後我就去買一些場外基金。場外基金呢，它就是你不需要一下子投入很多錢，因為你如果買場內的話呢，它是需要買一手就是100個，然後如果它的股價，它的基金的價格是2塊錢有一些甚至是40塊錢，那你買100個的話，你就要一下子投入4000塊錢才是一個入門的門檻。那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風險有點太大了，所以我就現在是會去買場外基金。場外基金呢，它是可能是基金經理他去做的，但是浮動類似於場內基金，而且它的投的一個價格呢是10塊錢，你就可以去買入了。於是我最近就在用類似的趨勢交易的邏輯去模擬的做這件事兒。最近買了3個，花了30塊錢。但我也發現說賺錢沒有那麼容易，因為它一周開盤也就5天工作日是會開盤的，然後它的上漲和下浮的這個頻率它也不會那麼的高，也不會一下子跟你說，哎呀，我今天賺了5000塊錢，然後你後來未來都衣食無憂了，倒也沒有這樣的事情。它可能更多都是慢慢的，然後你要積累可能幾個月、1年甚至好幾年的時間，你才可以去參透這件事兒，然後去真的賺到錢。那我現在只是在一個微小的去試水的階段，如果未來真的要去走這個邏輯，然後真的要賺錢的話，我覺得我還有非常非常長的一條道路要去走。所以有時候在想，雖然網上面鋪天蓋地的說你買這個彩票，這個人買這個彩票中了幾百萬，然後做自媒體我3天就能做到1萬粉絲，很多人都會去誇大這種短期獲得利益的這一些事件。但之所以它有流量，是不是就因為說它實在是太罕見了？而且並沒有人說，當你短期的拿到了一個超大的結果之後，你就可以保你未來半生衣食無憂。我之前聽過一個說法，就是如果說你在股票裡面賺了很多很多的錢，在短期之內很輕鬆的賺到很多很多的錢的話，你可能不太會去珍惜，大部分人反而會在3個月之內把這些賺到的錢全部給虧掉。就是因為這個錢來太容易了，你沒有這個能力，沒有這個容量去把這個財富給容納進來。對於八字裡面來說，就是身弱不擔財，所以我們更多的要去修行，去修行的面對這個金錢，要去知道說它是來之不易的，它是需要我付出很多的。做自媒體它是需要堅持的，需要去定期的出攤的。
對於炒股，對於做基金也好，你需要去學習很多知識，去不斷的去進行嘗試，你才可以去獲得一個收益。所以總結一下，就是無論是被愛也好，還是金錢也好，如果說你一直把自己去置於當下，太關注當下的結果，它有沒有很好的100%的去回應我的需求，這個股票有沒有今天一直漲，明天也一直漲。如果說你太關注這個結果的話，其實會很心累，因為大部分的事情並沒有你想的那樣子那麼的順利。但如果說我們拉長來看，我們允許這一些事情它可以等一等再來，慢一點再來的話，我們反而可以獲得一種內心的平靜，反而可以獲得更大的收益。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啦，歡迎大家去關注我的小紅書，也是同名自愛練習生。如果想加入微信的聽友群的話呢，可以直接搜索自愛練習生的字母拼音。那祝你健康，祝你幸福，拜拜。好學貓。